给你们看一个别人可能注意不到的细节，这是监视物体的尾部，看到没？白色带条纹的杆子呢，就是左键时需要抓住拦阻索的尾钩了。它没啥特殊的啊，但你往上看，咦，这儿怎么会有个探头呢？其实不止这边有啊，在它对面同样的位置还有一个，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分析啊，应该是某种尾式摄像头，而且看起来好像还是那种可以稍微转动一下的。完了，川普重回白宫，NASA 是不是就要被 SpaceX 给取代了？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来聊聊太空政治的话题。川普重新上台会对美国的太空计划造成哪些影响？比方说阿尔忒弥斯载人登月计划会有哪些改变？那枚不靠谱的 SLS 火箭会被取消吗？更进一步的说，NASA 会不会也被取消 ？SpaceX 会不会成为其中最大的赢家？等等。而这些变化又会对我们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呢？内容照旧非常硬核，建议各位先点赞收藏，再慢慢欣赏一下。现在先来看阿尔忒弥斯计划。随着川普重返白宫，它可能会被继续加速推进，因为阿尔忒弥斯计划实际上就是在川普任内启动的，大约在2018年。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让人类重新登上月球，并且在月球表面建立可持续的科研基地，最终为火星任务奠定基础。但实际上呢，川普是有私心的，因为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继尼克松之后第二个打电话给登月宇航员的美国总统。而且要知道啊，如果他能够在自己的任内完成这一举动，就比他的前任们更牛了啊！因为那就是首次有总统真正参与到登月项目中，并最终亲自完成它。所以当初啊，他就设定了一个完全不可能的目标：2024年。这次重返白宫，他大概率会继续强力推进阿尔忒弥斯计划，时间表很可能会再次做出调整，很可能会从2026年或2027年开始执行。但在技术上，载人登月火箭 SLS 的延期和高成本问题仍然困扰这个计划的实施啊。不过随着 SpaceX 星舰的加入啊，登月任务可能会更依赖星舰技术，非 SLS 火箭。川普可能会倾向于更加强调成本效益和私人公司参与，特别是推动 SpaceX 星舰成为月球任务的核心工具。川普政府可能会继续强化 SpaceX 的角色，推动星舰的开发，甚至考虑让其承担月面基地建设的一部分任务。星舰的设计允许更大规模的人员和设备运输，其可重复使用的特性使其成为登月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川普可能会大力支持这一技术，并将其视为推动美国太空探索的未来核心。总的来说虽然资金问题仍是困扰阿尔忒弥斯计划的一个长期挑战，而且川普还可能会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来压缩 NASA 的预算，但是星舰等商业航天公司的成本效益可能会成为一项重要的补充。为了对抗我国和其他国家在月球及深空探索中的迅速崛起川普不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阿尔忒弥斯计划的推进，将美国太空探索作为遏制中国太空崛起的战略工具，推动美国领先全球。那好，问题来了，星舰的地位越来越高，那 SLS 火箭还有生存空间吗？其实自2010年立项以来SLS 呢就面临了严重的技术瓶颈和预算超支问题。虽然 SLS 火箭是阿尔忒弥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高昂的成本，每一次发射成本超过20亿美元和技术难题 ，SLS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 SpaceX 星舰逐渐成熟的背景之下。我们都知道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呢，Elon Musk 站出来大力支持川普，不仅喊的声音最大，撒的钱也最多。所以现在跟川普最铁的是谁那就是马斯克嘛。这层关系很可能会促使川普推动 SpaceX 星舰取代 SLS 的核心地位。当然，客观的说星舰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特别是可重复使用的设计就大大降低了发射的成本。如果川普认为 SLS 太过昂贵并且难以按时完成任务，他很可能会推动将更多的登月任务交给 SpaceX。然而，由于 SLS 得到了国会的强烈支持，所以它不太可能完全被淘汰国会中有许多议员视 SLS 为地方经济的支柱，尤其是在火箭制造和就业方面。因此，即便川普推进星舰 ，SLS 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当中继续存在，甚至与星舰形成双轨并
运行的状态。而且即便 SLS 真的面临被替代的风险，川普政府也可能会通过将 SLS 的部分技术和资源转向其他的太空项目来保留其价值。例如 SLS 的核心级火箭的制造技术呢，可以被用来开发太空站的模块，而其巨型引擎和其他部件可能会与军事火箭如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等产生某种合作。川普或许会以这种方式来平衡 SLS 的政治利益和 SpaceX 的技术优势。好，说到这儿相信你应该已经明白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那个 NASA 会不会被 SpaceX 取代的问题，压根就是一个伪命题嘛。虽然确实有很多人是这么希望的，但是你要搞明白NASA 它并不是 SpaceX 的竞争对手，而是它的客户。NASA 在美国航天领域的作用不仅仅是设计航天器，它还承担了大量的基础科研的工作，比如风洞测试设施等等。这对于美国航天公司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SpaceX 更多是一个承包商，它执行 NASA 的任务并提供技术支持嘛。因此不管川普跟马斯克的关系有多铁， NASA 还将继续扮演其核心角色，而不会被取代。川普虽然可能会推动私人航天公司，显然位于其列表首位的就是 SpaceX 了在航天领域的作用，但 NASA 的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将继续是美国太空战略的基石。我们可能会看到的可能会是 SpaceX 与 NASA 的加速合作，更多的政府合同将会流向 SpaceX， 尤其是在月球探索、火星任务和深空探测等领域。SpaceX 的星舰和猎鹰重型火箭呢，将成为美国太空探索的核心，提供更低成本、高效率的航天服务。当然，除了来自 NASA 的合同会越来越多以外，另外一个甚至比 NASA 还要肥的机构也可能会更加的青睐 SpaceX 那就是美国的太空军。虽然太空军的想法并不是川普提出来的，但他无疑是推动这一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力量，推翻了几乎所有的反对力量，使太空军最终成为现实。于是重返白宫之后，川普很可能会继续推动太空军的扩展，特别是在卫星防御、反卫星武器以及太空战斗力建设方面，他可能会加强太空军的预算，推动其在太空军事化上面的技术领先。SpaceX 很可能会成为太空军的主要合作伙伴，其星舰可能会在未来承担更多的任务，以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射任务，同时支持太空军的卫星部署和太空通信网络建设。当然，SLS 火箭作为一个高负载的重型火箭，在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时仍然会占据一席之地。除此以外呢，更多私人航天企业也可能会面临机会，比如蓝色起源。川普显然希望看到更多的市场竞争，从而进一步的加速美国太空探索的商业化进程。那以上种种改变会对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简单来说一定会加剧中美之间的太空竞争。随着川普政府可能会推动太空军事化和私人航天商业化，中美太空竞争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川普可能会通过加强太空军和 SpaceX 的合作，加速美国太空探索的步伐，特别是在月球和火星任务方面，挑战我国在这些领域的领导地位。比方说月球基地我国在月球和深空探测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嫦娥5号和6号的成功返回，标志着我国月球探索的阶段性胜利。相应的，川普则会加大阿尔忒弥斯计划的推进，并将其作为抗衡我国在月球资源开发上的战略工具。美国很可能会加强对月球资源开发和月球基地建设的投入，推动全球太空资源开发的竞争。在此之前，尽管中美在太空领域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了，但双方的合作仍然是存在可能性的。而随着川普重返白宫，他可能会限制与我国的合作，转而推动更多国际联盟和民间合作来对抗中国的技术进步。接下来是太空军事化，它将成为美国与中国太空竞争的关键领域。我国已经在反卫星技术和太空防御方面取得进展，川普政府呢可能会加大对美国太空军的投入，以抵消我们在这些领域的技术优势。中美之间的太空军备竞赛将会进一步的激化，尤其是在反卫星武器、轨道监测和太空防御技术方面。于是，面对美国日益增强的太空军事化，我们则可能会继续强化自主研发，并与俄罗斯、欧洲等国加强合作，加速推进月球基地和深空探测的计划。我们的航天政策呢，也可能会更加注重国际合作，争取在全球太空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可能会进一步支持民营航天公司，比如蓝箭航天、星际荣耀、东方空间等等，通过低成本高效的发射服务与美国的 SpaceX 展开竞争。好了，未来究竟如何，我们还得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火箭叔，一定要关注我，因为更多的精彩内容随后就到。橙色的短发，奇异的装扮，这个1:6的可动人形，他是谁？来自哪部电影？给各位5秒钟的时间，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
应该都知道选 C 吧？毕竟我是做过调研的啊，咱有超过一半的粉丝是跟我同龄的。那哪个喜欢科幻的80后会没有看过《第五元素》呢？尤其是女神伊拉乔沃维奇出场的那一段，更是翻来覆去的不断看啊，仔仔细细的琢磨。哎，你看她的那块骨骼那一处的肌肉到底是怎么重建的？哎呀，要说我为什么现在这么喜欢 3D 打印，原来源头在这儿啊！这不，就连这个1:6的可动利路也是用3D 打印出来的。头雕其实并没有那么传神啊，但是一看这身上的绷带装，那就没别人了啊，只会是利路。这个设计啊，出自法国著名设计师让·保罗·高提耶之手，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不仅迅速成为第5元素中最具标志性的元素之一，甚至也成为了90年代科幻和时尚界的文化符号。在很多后来的动漫作品、游戏角色的世界当中，都可以看到白色绷带的影子。当然，我的这个白色绷带涂的实在是不咋地啊，还好，我这儿还有一个没有涂装的，谁要是有信心比我涂的好，留言里面自告奋勇一下，我就把机会留给你了。材料的原色是这样的米白色，它是黑格的耐磨应用树脂，非常适合用来制作可动人形啊，强度相当的高啊。我手上拿着的这个1:12的利路，其实根本就没有可能跟大家见面的，我在一开始压根就没有想到它能够装得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实在是太随意了啊！把下载好的模型直接丢进黑格的 Blueprint Studio 里面，一键切片，看也没有看就直接传进打印机里面，还居然没有一个零件翻车啊！那就清洗固化啊。对了，说到固化，这款材料的固化耗时是比较久的哦，需要1个小时。我的理解是啊，这是为高性能所付出来的时间。最后就是简单的打磨，咔，还真就拼在一起了。不过中间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插曲的，关节中间的连接件由于我没有打蜡润滑，所以很难去掰动啊，这样反正这是测试打印的，所以就毫不顾忌的用力硬掰了一下，真的很用力哦，结果就把这儿给掰裂了一个口子，但是它居然没有继续裂开，而且还继续提供了足够的强度，这真的让我非常意外啊，完全就改变了我之前对光固化树脂材料又脆又不结实的固有印象。所以接下来啊，我应该会试着再用黑格多打打工程方面的零件，看看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代掉我对 FTM 的依赖，正好也将我这儿刚刚多出来的一台黑格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他们两个看上去虽然差不多，但这台是新发布的 Reflex RS， 他们在一些技术参数上还是略有不同。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了，拿着我不谢啊！好了，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第5元素的世界。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强烈推荐你一定要去看看啊，保证很爽。除了精彩的故事，这部上映于1997年的科幻电影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对于未来生活的大胆预言，而且他们中的一些已经逐渐成为了现实。就比方说那个当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人体复原技术，利路就是通过这样的人体复原技术复活的。它也正是电影里面的第5元素。传说当中啊，宇宙中的5大元素就是地、水、火、风，还有神秘的第5元素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能够激活一种超级武器，让黑暗力量消失。但电影中的第5元素一开始就已经被炸来只剩下半只断臂了。于是未来世界的人类啊，通过一台生物复原机器，将他的身体在短时间之内重新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今天的生物3D 打印技术，不就正在朝着这个方向一步步的前进吗？虽然我们离复原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还比较远，但一些简单的器官和组织已经可以通过3D 打印来制造了。比如说人造的皮肤和血管，还有3D 打印的鼻子、耳朵，甚至是心脏等等，还有电影里面的全息通信、飞行汽车、自动化武器和生物识别技术等等，我感觉好像都在即将实现的边缘了。所以你别说，回头去看看过去的科幻片，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想想看，那是别人想象出来的世界，而你呢，却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是很爽啊？这是一台性能怪兽，它身上的每一个零件几乎都是满级配置，只是螺丝嘛，拧的好像不够紧，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小问题，正好咱们就可以把它升级成防松螺丝得了。实际上啊，美嘉星的10208这台车给动手党们留下了大量的操作空间，你看到的这一切几乎都是可以自己调整、更换和升级的，直接玩很过瘾，边玩边改更过瘾。原车是不带电池的，得自己准备。我们拿了一块 3S 电池出去试车，油门拉满的时候，我的大疆 Air 2S 不开运动模式是跟不上它的，可见其速度是真的快啊！3S 电池之下可以飙到55公里每小时，如果换成4S 电池，极速则可以来到75公里每小时啊！所以我建议啊，大家还是先从 4S 电池玩起吧，比较保险一些。虽然它的底盘十分厚实，全车上下还有很多的金属支架和拉杆，避震传动齿轮也都是金属，并且还是特别加粗的。但毕竟75公里撞出去力道它是不会小的啊！10208的外观设计非常酷啊，有黑色和白色2种选择，车身采用快拆系统，实际用下来就2个字：方便。前面这个孔
孔既是快拆系统结构的一部分，也是进气孔，它能够让空气在车身内部流动，带走额外的热量。前部的 LED 灯条在暗光下让整辆车看起来更加的酷炫。顶部有耐磨条，尾部也有耐磨条，根据我们磨出来的痕迹看，位置设计还是非常合理的。再仔细来看车身的内部电机采用的是3970的无刷，不仅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输出，还具有出色的热管理系统，配备的散热器和2个风扇能够确保在激烈驾驶中保持良好的温度，这就意味着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更稳定的性能。在这个风扇之下是一个100安的电条，它支持 3S 和 4S 电池，就像我刚才说过的一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驾驶水平和需求来选择合适的电池。对于初学者，建议使用 3S 电池来熟悉车辆的特性，而经验丰富的用户则可以直接上 4S 电池，以体验这款车的全部潜力。电条的下方是接收机，如果你想更换自己的遥控器，就需要稍微动一下手把它拆下来重新对码了。35公斤舵机的配置为这台大脚车提供了稳定且有力的转向，油压避震带来了出色的悬挂，后期自己更换避震油呢，还可以调整到你喜欢的风格。金属 CVD 传动，可调整的车身防倒杆，还有厚重的控制臂。总之吧，物超所值。在我们的性能测试当中，10208展现出了极高的稳定性，尽管达到了全油门状态，但车辆在转向和行驶过程中仍保持平稳。这样的设计就使得玩家在不同的地形下都能够感受到极佳的操控体验。尤其是在 4S 电池的模式之下，车辆的响应速度和抓地力令人惊叹。对于喜爱越野和极限驾驶的爱好者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梦寐以求的选择。你直接下单就好了嘛。这个螺旋桨不是被打残了，是它生来就只有一个叶片，一个叶片也能飞，别说它还飞得挺好的。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这个知识保准冷到你没有听过。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存在单叶片螺旋桨？下面我说的每句话都会是线索，可千万要仔细听好哦。单叶片螺旋桨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还被认为是航空设计上的另外一场革命，据说能够增加20%的爬升效率。从这个黑白视频当中，我们也能够明显的看出此优势。左边的飞机显然起飞得更快，因为它装的就是单叶片螺旋桨。为什么单叶片螺旋桨的效率反而会高于双叶片呢？这相当违反常识，对不对？现在的普遍解释会这么告诉你：因为旋转的螺旋桨会扰乱它经过的空气，形成湍流。如果紧接着另外一个叶片马上就跟着过去了的话，它不就正好就进入前者的湍流里面了吗？因此效率大减。最好的情况就是让一个叶片始终工作在未经扰动的空气当中。这一理由乍听上去好像合理的不得了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但是稍微一细想，它就相当站不住脚了。难道一个叶片它就不会转过它之前转过的地方吗？如此，它不也同样面临着气流干扰的影响吗？所以问题根本就不在气流干扰。实际上无论是单叶片、双叶片还是3叶片的螺旋桨，每个叶片都通过自己独特的螺旋路径与空气接触，互相之间压根就不会产生干扰。之所以咱们的脑袋里面会形成前面那个假象，还是因为看问题太片面。这立体起来看，不马上就清晰明了了吗？那问题在哪儿呢？在跟螺旋桨效率有关的几个因素之上：叶片长度、叶片弦宽、叶片厚度、叶片数量和叶片螺距了。想要使螺旋桨效率最优化，就得玩对它们之间的平衡。较长的叶片能够提供更多的推力，因此就能够提高螺旋桨的效率。但如果过长，不仅对离地间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会让叶间速度接近，甚至是超过音速，又让效率降了下来。叶片弦宽则会影响螺旋桨的空气动力学效率。较薄的叶片弦宽能够减少空气阻力，提高效率，但它会受到材料强度的限制，尤其是在早期，木材等材料是无法制作弦宽极薄叶片的。减少叶片厚度当然也可以减少空气阻力，提高效率了，但它也会受到材料强度和技术的限制。增加叶片数量虽然可以提高螺旋桨的推力和功率吸收，但同时也增加了旋转阻力和重量。最后是叶片的螺距，较小的螺距适合低速飞行，而较大的螺距呢适合高速飞行，因此也需要去平衡。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单叶片螺旋桨出现的1930年代，当时制作螺旋桨的材料只有木头，叶片弦宽和叶片厚度都是无法做得很薄的，因此就带来了较高的空气阻力，再加上当时的发动机功率也较低，也就60马力以下，所以减少叶片数量来减轻螺旋桨的功率吸收负担，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最优解。那螺旋桨能减到哪儿去呢？你好歹得至少留一个吧，这才有了单叶片螺旋桨。它在当年确确实实有着更高的效率，但随后的发展、材料技术、设计工程等等，让单叶片螺旋桨的优势呢就逐渐消失了。现代航空中大多会使用多叶片螺旋桨来平衡推力、效率和重量。那么
单叶片螺旋桨，就这么彻底消失了吗？没有啊，它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之下，比如动力滑翔机。这些飞机的发动机通常又小又轻，因此需要较长的叶片来提供足够的推力。但滑翔机它的空间有限啊，所以用单叶片的设计就可以帮助减小螺旋桨的物理尺寸，使其更易于收纳。各位看到了吧？要把螺旋桨玩明白绝不简单。它告诉我们，科技的进步往往源自于对局限的突破，人生亦如此啊！束缚你的往往正是通向突破的钥匙。我是火箭叔，别停下，去探索。投资30亿仅仅是个起步啊，想要让它投入使用，得先盖一栋5000平的建筑，而且只要你躺上去一次啊，就要花掉30万。它就是现代医学放疗领域砍成天花板级别的质子治疗机了。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就来说说这个30万一次的质子重离子疗法，它的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质子重离子疗法其实是一种肿瘤放射治疗方式，与传统的光子线放疗相比，它最明显的优势就是精确率更高，剂量可以控制在最佳水平，以及对健康组织的伤害也较小，攻克了困惑癌症治疗很久的难题。咱们通常知道的传统放疗使用的是 X 射线和伽马射线，它们是通过连续能量传输的方式穿透人体的，会无差别的损伤肿瘤前后的正常组织，而剂量嘛还不好控制，少了达不到病灶就衰减没了，多了则会误伤更多的健康组织，尤其是效果于咱们大脑部位的肿瘤啊，误伤一点点那都是损失惨重。而质子重离子疗法是一种质量和电荷都比 X 射线或伽马射线大得多的高能粒子啊，它们是通过碰撞与物质中的电子相互作用来失去能量的。当质子或者重离子进入人体时，比如大脑组织，一开始会以较高的速度移动，此时能量释放较少，随着穿透更深的组织，速度减慢，能量释放逐渐增多。当粒子接近肿瘤位置时呢，能量释放达到最大值，形成所谓的布拉格峰啊，实现对肿瘤的亚毫米级定向爆破。之后粒子几乎就停止了，几乎就不再释放能量和不影响健康组织了。因此啊，质子重离子疗法就特别适合治疗位于敏感区域的肿瘤，如眼睛、脊髓、大脑等等，因为它能够更好的保护这些关键器官。而为了控制布拉格峰准确的位于肿瘤区域，治疗时医生会根据肿瘤的位置、形态和大小调整粒子束的能量、入射角度和路径，这简直就跟操作一套精确打击的导弹系统无异嘛！难怪质子重离子疗法需要庞大的设备和高昂的费用。那我们普通人能用得起这么先进有效的治疗方式吗？当然可以了，大家要转变思路嘛！靠平时攒钱那是不现实的。100万重疾险这种性价比很高的工具很有必要用起来啊！大家可以去支付宝看看健康福100万重疾，它是由人保健康和太平洋健康险共同承保的，只要确诊了约定的大病，就可以先赔付一大笔钱。相比于医疗险需要先自己出钱，后面再凭借医院的清单报销，就解决了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现金的问题。关键这款健康福100万重疾不仅保额高，能买到100万，保费相对来说还很划算。比如30岁左右买100万的保额，首年只需要800多，就算是按月去投保，每个月也才80多。这笔费用呢，其实就跟大多数人一次的聚餐费相当，所以咱们都是能够消费得起的。而且如果确诊重疾，就可以先一次性赔付50万，后面的5年时间陆续还能够拿到50万，这样的话累计就能够拿到100万的赔付了。这钱是实打实能够拿到的啊，用处嘛还不限，到时候治疗之后如果还剩下钱，想旅游、想散心、想躺平休息都是可以的。同时它还是女神刘亦菲代言的蚂蚁保平台投保的，那这是不是就很放心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支付宝上面搜健康福100万重疾，看看自己的保费，用低成本的方式来给自己一个保障。以后要是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不确定性呢，相信一定会感谢当初的自己的。今天就说到这儿，最后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到底什么是低空经济？它最大的应用场景在哪里？普通人能不能吃到这波红利？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一口气给你讲透低空经济。首先我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低空经济是什么？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可以自己在脑袋里面把画面生成一下，或许立马就会有概念了。想象一下，周末你在家追剧，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架无人机呢正稳稳地停在你家的阳台上，放下了刚送来的热乎乎的披萨。几分钟之后，它又飞向了隔壁楼的小阳台，完成了下一单。第二天一清早是早高峰啊，路上挤满了汽车，你一琢磨，哎呦，这儿是周一，可不能迟到啊。于是你便轻轻松松地走到楼顶啊，随手叫了一辆 eVTOL， 虽然比普通的的士要更贵一些，但是仅仅10分钟你就已经从郊区抵达市中心的办公室了，而地面交通还在龟速前进呢。忙完了手头的工作，是时候需要关注一下诗和远方了，因为你在远方是有农场的。一架农业无人机正在忙碌地喷洒着肥料，既精准又环保啊！正是在它的帮助之下
下呢，你省下了大量的人工，也节约了大量的用于灌溉的水。好，咱暂时回到现实啊，因为我刚才说的一切你都是会实现的。这种把天空用起来的新的经济模式就是低空经济了。简单说啊，它是围绕离地1000米以下的空域资源展开的各种商业活动，比如通用航空服务，如短途的客运和货运；低空旅游服务，如直升机观光和热气球体验，以及无人机应用，如物流和农业植保等等。如果把城市的地面交通比作平面网络，那么低空经济就像是在这张网络上呢又叠加了一层空中高速路。它不仅能够让人和物在天空当中流动起来，还能够带来更多的新生意、新体验和新机会。但你知道吗？低空经济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新概念啊，它早就已经有了。回想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听到无人机送货和飞行汽车的是不是已经很久了？可为什么低空经济那时没火，现在却特别火呢？主要原因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技术进步、政策红利和市场需求。它们共同作用推动低空经济从梦想走进了现实。我们先来说技术进步一句话总结就是飞行器更便宜、更智能了。过去的低空飞行器，比如直升机和轻型飞机不仅造价高昂，还操作复杂，普通人几乎是望尘莫及的。你再看现在无人机、轻型固定翼飞机，甚至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及 eVTOL 都正以技术革新为低空经济注入动力。现在的消费级无人机只需要几千块钱一台，工业级无人机的成本也在不断的降低，同时性能和智能化程度都大幅提升。自动驾驶避障感知、5G 通讯技术的成熟呢，让低空飞行器更易操作，也更加安全高效了。同时电动飞行器的普及让低空飞行变得更加的绿色安静，为进入城市空域扫清了障碍。接着咱们再来看第2个重要原因：政策红利。过去的低空空域大多都是军方管控的区域，普通企业或者是个人想飞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近年来，低空空域逐步开放，成为了国际趋势，尤其是在我国。现在多地已经在试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了，比如四川、广东等地允许在限定空域内进行商用低空飞行活动。政府也鼓励发展低空经济产业链，出台了针对无人机、低空旅游的扶持政策，为低空经济扫清制度障碍。第3个原因就是需求终于开始爆发了。随着城市化的加剧，人口增长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的地面交通和物流系统已经难以满足需求了。物流上更快送达的即时配送需求不断的增加，旅游上体验式消费受到了追捧，直升机观光、低空游览大受欢迎，以及应急救援在地面交通无法覆盖的偏远地区，唯有靠能够快速到达的低空飞行才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吧。好，低空经济显然已经是蓝天的财富了，但这笔财富最大的落地场景在哪儿呢？你可能想不到因为它是农业。今天中国低空飞行器98%的飞行时间都是由农业无人机来贡献的，因此毫无意外就让农业成为了低空经济最大的应用场景。这一点在我参加了今年极飞科技的年度大会之后呢，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在深耕农业科技9年之后，他们再一次升级了自己的无人机，最新款的 P150 Pro 最大载重已经来到了惊人的80公斤。通过模块化的设计，它可以扮演喷洒、撒播、运输和航测4个不同的角色，并且每一种角色都展现了其强大的智能。你只需要在手机上面的极飞龙服 APP 里面下达指令，剩下的工作交给它就行了。农业原来也可以这么轻松农业原来也可以很酷嘛，这是我曾经很难想象的。因为效率和精准度已经困扰传统农业生产很久很久了，无人机恰好就解决了这2个问题和传统作业对比人工喷洒农药一天最多能够覆盖几亩地，而一架农业无人机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完成上百亩地的喷洒。特别是大田作物种植区，无人机能够大幅减少农民的体力劳动，让农业生产更加的现代化。同时无人机配备了精准的喷洒系统，比如极飞的第5代锐喷系统，可以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分配不同浓度的农药、肥料，大幅减少浪费，保护环境，同时降低成本。这些农业无人机不仅能够喷洒农药，还可以用来播种、监测农田、分析作物生长情况，甚至能够在自然灾害时快速评估农田的损失，为农业保险提供支持。难怪他们会霸占98%的飞行时间可你要知道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农业用地面积大，而且目前农业无人机的普及率还不到10%，潜力可是相当巨大的。再根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农业无人机市场的规模将高达数百亿美元，尤其是在中国、美国、印度这样的农业大国，需求尤为旺盛。需求旺盛就意味着机会你有没有闻到钱的味道？
我已经闻到了。那普通人该如何抓住这波低空经济的浪潮呢？我有4点建议。第一，学技术，做飞行蓝领。低空经济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比如你可以成为一名农业无人机的飞手，它不仅需求大，薪资也颇具吸引力。另外，学习无人机相关的操控维护技术，进入物流安防等热门的行业。第二，小投资做服务提供商，如果你有一定的资金，可以投资无人机相关的小型创业项目，比如提供农业无人机的服务，针对中小农户进行农田的喷洒测绘等服务，也可以开发低空旅游线路，结合热气球、无人机观光等项目来吸引游客。第3点嘛，是关注行业投资机会。低空经济的产业链包括飞行器制造、配套技术的研发相关的服务业，你可以通过关注无人机上市公司、低空经济服务商等等。第4，你可以跨界结合创新模式嘛，因为低空经济的潜力远远可不止航空领域本身啊。比方我们已经讲到的，在农业领域开发与无人机结合的新型农业服务模式，而在物流行业呢，推动最后1公里配送的低空解决方案嘛。总之啊，低空经济就像是一片刚刚开放的蓝天，而你要知道，蓝天可比蓝海要更大哦。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是火箭叔，别停下去探索。这大筒子立起来真帅啊！一次能装多少吨水？泼你一身冷水啊！他们是红旗19防空导弹，专干中段拦截的活，顺便再吓一吓那些图谋不轨的卫星。哎，这架飞机的驾驶舱在哪儿呢？我找了半天就硬是找不到啊！什么？它是无人机？别骗我啊！你有见过这么大的无人机吗？哦，它就是9天呐！原来是空中母舰，失敬失敬。这轰6上面就只挂了1枚导弹，有点寒碜了吧？可它是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啊！全程快递6马赫，人家的航母群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海底舰了啊！快准狠就是它。珠海航展上面的新装备真的是看不完啊，看不完！哎，我们是过来过眼瘾的，但有的人不同啊，他们是过来把钱花过瘾。看看这馆内馆外随处可见的老外，尤其是裹着头巾的，那兴奋的表情早就溢出脸颊了。走，咱们随机挑几个来问问，看看他们都选中了哪些装备。还好呢，我手里面正好有一台讯飞的双屏翻译机，这是中国航展官方指定的翻译机，主办方也是考虑到现场情况，贴心准备了国内顶尖的沟通技术啊，一个屏幕对我，另外一个屏幕对着老外。语言就不再是障碍了。请问这是你第几次来中国？How many times have you been to China? It's our first time. 哇，这小玩意儿翻译起来还真的是很丝滑的呢，没啥能难得住它的样子。翻译航空和装备的专业名词也非常准确。你对中国正在开发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怎么看啊？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being developed in China? 看来讯飞的语音大模型真的是很厉害，识别准确，翻译到位。所以你这次是专程过来看我们的珠海航展的吗？ Так ты специально приехал на наше место, чтобы сюда этот раз. Да, в этот раз мы специально приехали в Чухай, посещение авиавыставки. 对。这次我们是专门来秋海参观航空展。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这些不同语言的客户时呢，它能够自动识别语种，不用我们在屏幕上点来点去，轻松切换，省心省力啊！无论是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还是阿拉伯语，翻译结果都精准到位啊，完全就没有翻译生硬、意思跑偏的情况啊！想要更接地气的翻译，它不仅能够理解字面的意思呢，还能够结合上下文，保证翻译内容自然流畅，不会让你觉得像是在读字典。不仅如此啊，展馆现场信号很不好，这台双屏翻译机没有网络也能够丝滑使用，非常智能啊，提供稳定的翻译服务。对于这些场合，它真的是一台不折不扣的语言桥梁，让跨国沟通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拍照翻译还可以 AI 读图啊，不懂的内容都可以和星火助手互动，就跟带了讲解一样啊。逛展好助手。本次航展，讯飞还特地推出了一个限定版的航展礼盒，除了我手上的这款翻译机呢，礼盒内还有一个可爱的星宝公仔，一张全球流量卡，自用还是送给合作伙伴都是好选择了，一步到位。